大家好，我是中医师庄佳颖。我诊间有一天来一个小弟弟，然后他妈妈带他过来就说：“庄医师，你看他真的超好动的，他一天到晚呢不是摔到这里就是摔到那里。大前天呢又去头去撞那个树，到现在头上肿那一大包都还没有消。”然后带他去急诊照过 X 光啊，然后甚至做过电脑断层啊，也说没有问题哦。可是这一包都不消，而且弟弟常常说：“哦，妈妈，我头好痛。”那这样的状况呢，其实可以用中药治疗哦。我们以前都说跌打损伤，我们就是要针灸啊，或是去国术馆啊去瞧呀。可是其实呢，中药可以气胸盖物套中亏哦。那中医呢，有哪一些你想象不到的治疗方式呢？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集。那什么是内伤啊？就是外观看不出来受伤，可是其实身体的皮脉、肉、筋骨、经络真的有损伤哦。有很多人说，我以前有撞到过，可是这个皮表的伤口都好啦，其实也看不出来有淤青啊，或是有受伤。可是天气一个变化，以前撞到的地方哦，这真的会不舒服，会酸、会痛，甚至会紧紧的这样子。那就像以前电视上会演说，你用一个大的电话布，然后垫着大铁锤这样子用力打，可是电话布打身体外观验不出伤，可是呢，真的病人吐了一口血出来，那表示说身体真的有内伤，可是外观上看不出来啊。可是谁知道？气血知道，气血知道说，那个地方已经有气血的不通，所以呢，当你劳累的时候啊，天气变化的时候啊，年纪大的时候啊，那个地方变得不通的地方呢，就变得更痛，或是变得不舒服。那其实呢，中医师也会知道哦，因为我们透过脉象诊查，就会发现说，真的你在痛的那个相对应的脉象点啊，就真的有一个地方有不同的反应。比如说，你常常会说什么，我脚踝会痛啊，以前扭伤的地方又开始紧紧的，那在尺部的地方真的会有相对应的一个气血比较涩啊，或是比较不流利的一个脉象呈现。所以其实你以为伤口已经好了。可是没有啊，那个地方气血啊、皮脉、肉、筋骨受到损伤，严重的重大撞击的地方啊，还是不畅通的。所以这时候中药就很重要了，因为中药呢，就是可以行气、可以活血，也可以止痛，而且可以解开局部的这些经络不畅通的地方。那临床上我的诊间就有很多病人啊，他都是成年的旧伤，又跑过来回来找我们治疗的哦。那可能是很多人就是以前发生过车祸，那可能撞到脚啊，或是撞到头啊，或是撞到肩膀啊，那其实也没有骨折哦。可是每次天气变化的时候，受伤的地方就会拿起来痛，就觉得怎么都这么不舒服。那我就跟他说，其实你这就是内伤的淤血，淤积在那里。如果你只是用一些局部畅通的方式啊，那当下痛缓解，可是以后等到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还是会痛啊。所以这时候我就要带动全身的气血，去让这个地方真正的气血畅通起来。像这个车祸，每次手背在酸痛的病人，我就用很大剂量的川穹啊、桑枝啊，然后再配合一些补气的药，什么黄芪啊、当归啊、党参这些，把这些旧伤处理好。那有时候它真的会痛起来的时候，会用到像是乳香啊、没药啊、盐胡索这些止痛的药。那像刚才开头说到那个头部撞伤的那个小朋友，做电脑断层真的看不出有问题哦，就跟爸爸妈妈说，其实他没有脑震荡啊，然后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明显的脑出血，可是小朋友就是常常觉得头部不舒服啊，那这一种呢，其实就是气血还是不是很畅通。我在这个小朋友身上呢，用了当归、盐胡索、银花，然后再加上一些退肿的药，因为头上还是肿一包嘛，还是肿肿的，我就用了黄芪、白术、茯苓。那妈妈说呢，其实她吃了1-2天之后呢，就已经完全不会再痛了。所以其实，你看中药疗效是真的很明确的。那你当下受伤，当下就赶快来治疗，这个伤呢，其实就不会变成后遗症，变成几十年后，天气变化又拿起来痛的这种旧伤。那
中医是怎么治疗伤病的呢？其实我们中医把局部的问题啊看作是一个全身的整体的一个小小的障碍，所以我们不会只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们会看是全身气血哪里不平衡，为什么老是没有办法把这个局部的气血自己去畅通出来呢？那我们就会透过脉象诊查，除了局部有问题之外，其实其他的气血有问题，我们都会去处理到啊。那我们中医就有一个皮脉肉筋骨一个理论哦，就是说，我们皮脉肉筋骨啊，都是从我们的血道，从我们的脏腑长进去的。所以其实如果你把我们五脏六腑都调养好了，它自己会去协调我们的皮脉肉筋骨，也就是我们受伤的地方的气血的走向。那这样子呢，自然就可以把新伤旧伤全部都调理好。所以其实，我们看你受伤的部位，不是只看那个部位，还会看那个部位到底跟我们内在脏腑哪边是相连的。把脏腑调理好了，你受伤的那个地方也会调整好。所以中医治疗伤病的原则啊，还是从五脏去联络到我们的皮脉肉筋骨。那五脏呢，跟我们的皮脉肉筋骨呢，又有它相应的关系。比如说肝主筋嘛，那就是肌腱的病会跟肝有关系。有些人常常容易抽筋哦，比如说走路走一走啊，他的那个足跟的肌腱就抽筋，或者是说他常常觉得说他肌肉都紧紧的，其实是肌腱很紧。那如果我们看是肌腱的问题啊，我们就会用揉肝的方式，比如说我常常用芍肝汤去处理很容易有些肌腱都很紧，或是常常就容易抽筋的问题。那还有啊，脾主肌肉，脾主四肢，所以有时候四肢的问题，比如说手背受伤啊，或是四肢，比如说大腿肌肉这边受伤啊，那我们都是从脾去处理。那像我刚刚提到的小朋友啊，他其实骨头也没有问题啊，然后里面的脑袋啊，这个脑髓也没有问题，可他就是伤到脾跟肉，所以呢，这是属于脾虚。我就用了四君子汤跟很大剂量的黄芪去帮他健脾。再加上一些行气活血的药，那吃个1天，其实它就不太痛了。那还有一些骨头的问题，真的是比如说骨折一直不会好，那肾主骨，我们就要用一些补肾的药物去帮它处理。那中医治疗的原则哦，也不是只看局部哦，我们还要看是不同体质去治疗它的伤。那比如说啦，你在很热的时候扭到，跟你在很冷的天气扭到，我们用药会不一样哦。像是我们《伤寒论》就有提到说，伤寒8、9日不解。为什么8、9日不解啊？一般来说7天就要结束这个病程啦，你怎么拖那么久？哦，原来就是你是在雨天受伤的啊。这时候寒气湿气进来了，那进来之后，寒气湿气在身体体内是非常的难以去除的啊。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要用一点桂枝汤加附子，那帮助身体把这些风寒去掉。所以身体也是这样子哦，你身体如果没有祛湿的能力，那你在雨天受伤，那伤就会特别严重。比如说我有个病人啊，他是因为天气很热的时候在外面走来走去，一直没有喝水，结果我就扭到，这种脱水的时候扭到了，我开增益大承气汤给他。那同样这个病人哦，冬天来找我，这时候是天气太冷啊，在外面寒流来，在外面打扫又扭到，这时候我又开独活寄生汤，2个药他吃了之后马上就觉得不痛了。可是为什么都是扭到？冬天跟夏天治法不一样，因为呢气血循环状况不一样嘛。那其实体质也是很有影响的哦。比如说有一天诊间来一对夫妻，2个人都是因为搬家就扭伤了。那先生体质很壮，但是很常熬夜，是阴虚体质。这时候呢，我就开6味地黄丸跟桃核承气汤去治疗他的腰痛。太太呢月经刚结束，那平常身体很虚，这时候呢我就开归期健中汤加盐胡索止痛。不同的体质、不同的天气，我们用药会不太一样。接下来我们回答观众的问题：受了伤之后就可以运动帮助恢复吗？其实我们要看时机。像我有个病人啊，他是来看扭伤的哦，结果他腰部扭伤弄很久，中医把他治好之后，结果过几天又来找我。我说你不是好了吗？他说原来他觉得他自己好就很兴奋，那就是大冷天跑去冬泳。
受伤刚好的地方又变缺血，所以又复发了。那其实我们要看一下，我们要维持这个气血循环状态。如果你是因为虚症，比如说你是血虚、气虚，然后导致的伤一直不会好，那就不要再做过度耗伤气血的事情。过度激烈的运动，当然是要先避免啊。怕等筋骨等的用，这观念正确吗？其实那个用啊，是心理上的用，就觉得哇，我有受过伤，我真的非常的坚强。那有时候用就是觉得说，筋骨受伤那个地方的结痂、疤痕组织，就会让局部看得起来比较粗壮一点，你就觉得哦，真的是比较用。可是其实受伤的地方循环还是不好的哦。像是天气比较冷的时候啊，很多人就会来看旧伤痛。像我有个病人啊，以前30几岁的时候出过车祸，现在已经60、70岁了哦。那当初撞到的时候，其实车祸很严重，可是他也没有想说要再找中医师调理，只是说让他自然好，反正也年轻力壮嘛。可是很多人都是这样，没有多加注意，像老了，就像他这样60、70岁了，哇，只要天气一变冷，他以前车祸那严重的地方，那骨折的地方就痛啊，然后就酸啊，然后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所以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让受伤的之后呢，好好用一些药物，把些气血凝滞的状态把它调理好，这样才算是真正的把伤治好哦。这一讲到中医治疗伤病的原则啊，其实透过中药的调理，让五脏六腑跟经脉气血、跟皮脉肉筋骨的连结是畅通的。那这样子呢，不管是新伤跟旧伤，都可以获得改善哦。大家学汉医，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